是龙，却不会孵蛋，所以他把我丢进隔壁的蛇窝里。破壳那天，看着一群五颜六色的长虫，他直接就傻眼了。完了，找不到了。最后我娘选了条最好看的回去。100年后，听说龙族有只龙竟然不会飞，而蛇族却冒出了一条飞天蛇，能飞能跑还会画画。泥潭里我正用尾巴尖画画，一条小蛇大惊小怪的跑来汇报：大小姐，听说龙族出大事了，他们那个刚化形的小公主居然不会飞。不会飞，一条龙居然不会飞，那以后怎么上天跟太子成亲？不怕半路掉下来吗？我想象着那个场景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一条威风凛凛的龙被天界太子像抱灵宠一样抱着飞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还是我们大小姐厉害，身为蛇居然会飞，开天辟地头一回啊！我得意的昂起头，展开背上那对蛇族没有的翅膀，虽然比真正的龙族小得多，但确实能飞。破壳那天我娘看到时都惊呆了，拉着我爹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可能基因突变了。本小姐现在飞一圈，给小的们开开眼。看好了，我在空中翻了个漂亮的跟头就俯冲下来，翅膀几乎擦着泥潭表面掠过，激起一片泥点子，底下的小弟们发出丝丝的欢呼声。我得意洋洋的正要再来个高空旋转时，突然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唤：西西，别玩了，快下来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是凤凰家的独生子，你不是喜欢漂亮的吗？这个够漂亮，尾巴毛有7种颜色呢，那龙族都定娃娃亲了。我再不下手，回头就只剩歪瓜裂枣了。我懵逼了，可是娘喂，我是蛇，他是鸟，万一他半夜肚子饿想吃夜宵了咋办？到时候把我给掏了，你哭都没地儿去。闻言我娘瞬间鳞片倒竖，整条蛇都绷直了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我怎么没想到这茬？那咋办？把他赶走吗？等我们鬼鬼祟祟溜回家时，那位凤凰小公子站立在一块石头上，阳光照射下，漂亮的黄眼果然很特别。小凤凰歪头看我，眼睛像2颗黑宝石，可我好像听到他咽了口口水的声音。我爹紧张到口不择言，我家仔特别能吃，一顿能吞5只鸡呢。我娘狠狠撞了他一下。见状，凤凰小公子展开翅膀，掩着嘴轻笑。家父听闻沼泽出了条会飞的蛇，特意让我来认识认识。我盯着他那张一张一合的尖嘴，不由自主地想象他啄开我肚皮的画面，吓得我赶紧往我娘身后缩了缩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最后，小公子展开那对华美的令人发指的翅膀，飞走了。闺女啊，我像你这年纪，你娘刚出生，你爹我就给上门下定了，那是你运气好，也就欺负我娘还不会说话。哼，没大没小，这可怎么办？连凤凰都看不上，你到底能看上啥？看上了凤凰才可怕吧？想起凤凰小公子那锋利的喙，我浑身一哆嗦。于是当天晚上趁着月色朦胧，我用小包袱包了几只烤鸡，悄悄溜出了家。我决定了，等我爹娘啥时候放弃让我找小夫君了，我再回去。人间形形色色，五味斑驳，正是藏身的好去处。很快我就找到2界交界处最薄弱的一点，可就在我即将穿过那层透明屏障的瞬间，一道紫金色的闪电突然劈头盖脸砸了下来，轰的一声，我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的坠入下方的河流中。要完了，出门没看天气预报，这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最先瞧见的是一簇跳动的篝火，然后就是一张好看的过分的脸。醒了，他漂亮的眸子对上了我的视线。救命！荒郊野岭的，有火有我。他想吃烤蛇肉，我吓得蜷缩成一团。那男人却递来一个竹筒，喝点热水吧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里？小姑娘，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是一双人类的手掌。这雷竟把我劈化形了。我弟说过，蛇族只有在成年时才会化形，想不到我一不小心又打破了蛇族记录。幸好，绝不能被人发现本体。谢谢，我叫西西，柳西西，我没有家。我随口编了个谎。男人的眼神顿时变得怜悯起来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摸摸身上的包袱，空空如也，带出来的烤鸡全掉水里去了。一股委屈突然涌上心头，我想回家了。可是我试着调动体内法力，却发现经脉里空空荡荡的，那道该死的雷把我的法力也劈没了。这下别说飞回沼泽，连给娘亲传个信都做不到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没了法力控制，背后的翅膀噗的一下子险形张开了。我手忙脚乱的去抓翅膀，可他们根本不听指挥。这下完了，他肯定要把我当妖怪了。想着想着，眼泪哗啦啦流下来。男人忙把一只烤鸡递给我，别哭别哭，先吃点东西。男人居然没有被我的翅膀吓到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饥饿让我抽抽搭搭的接过烤鸡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吃饱再说。烤鸡很香，我吃得飞快，1只2只。当我啃完第3只鸡时，抬头发现男子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怎么啦？我舔舔手指，意犹未尽。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姑娘胃口这么好。他轻咳一声，眼睛不再看我。不料没过一会儿，肚子里突然翻江倒海，我脸色一变，捂着肚子蜷缩起来。男人连忙扶住我，怎么了？肚子疼？我冷汗直冒，着急地挣开他的手，跳起来冲向草丛里。1刻钟后，我虚弱地爬了回来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又脸色大变冲了出去。如此反复了8次，第8次回来时，我2腿发软，刚要说话，啪叽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又换了个地方，有人正掰开我的嘴往里塞东西。杨军良，你把待鸡屎的肠子也给他吃了，人没脱水而死就不错了。嘿嘿，我这不是第1次做吃的吗？没经验。鸡屎，他说我把鸡屎也吃了，怪不得那烤鸡有股味道，与我娘烤的相去甚远。没想到下凡的第1顿居然吃了鸡屎。杨军良可能出于愧疚，每天变着花样往我院子里送东西，山下王记的蜜饯，李记的核桃酥，沈记的纸皮馄饨。不过1个月，我就尝了许多凡间美食。乌鸡宗作为修仙界第1大派，光是内门弟子就排出上千号。杨军良是掌门首徒，平日里冷着脸往练剑台上一站，底下师弟们大气都不敢喘。所以当他抱回私生女的消息传开时，整个无极宗像被炸开了马蜂窝。这日我正躺在葡萄架下晒太阳，小西西，看这里，这是加了
灵气的绣球，踢不坏。我下意识接住，还没看清楚，又有一连串的小玩意儿全部丢了过来。不过半天功夫，我就收到了好多礼物。师弟们对我很好奇，几句话下来，就知道我吃了杨军良的烤鸡中毒的事了。小师侄，大师兄虽不会制毒，但却无师自通，他做的食物狗都不吃啊！正闹着，院门突然砰的被剑气掀开，掌门独女于仙仙红着眼眶走到我跟前，指着我：“你是杨军良师兄的女儿，我守了师兄整整7年，居然被个反女偷了家。”众师弟们不知所措，见他哭得实在凄惨，我犹豫着递去一颗葡萄，吃吗？于仙仙抽抽搭搭的接过，带着哭腔问：“哪来的？”杨军良给的我。我实话实说，他哭得更惨了吧？梁师兄从来没给我送过吃的，除了上次害我放了3天臭屁的雪莲子。我看着他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把我碗里的葡萄扫到一空，忽然有点同情他了。临走时，于仙仙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眼睛还肿得像桃子。凡人寿短，等你娘亲先去了，我来做你娘好不好？可我娘是蛇妖啊，寿命比他长多了，他大抵是等不到了。我怕他伤心，不敢和他说。傍晚的时候，杨军良交完任务回来了，我正坐在青石台阶上摆弄师叔们送的小玩意，他忽然递过来一只风车，在山下。孩童都爱这个，我不是有意害你生病的，你不抓我吗？无极宗是修仙大派，又是正道魁首，我娘说过人妖不两立，为什么要抓你？可我是妖怪。说话时，我背后的小翅膀又冒了出来，配合的扇了扇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悯。掌门的坐骑是妖怪，二师弟的药园里也全是妖怪，只不过我没见过长着翅膀还这么奇怪的妖怪。想来是你畸形，所以你爹娘不要你了。你都已经这么可怜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抓你？他说这无极宗住了好多妖怪，我震惊了。山上枯燥，世间并无那么多坏妖要捉，师弟们只要来活了，什么都愿意接。哭丧都哭出了名声来，我也接了个做白事的伙计。他叮嘱我在山上好好休养后，便匆匆下山了。于仙仙等他走后，捧着和玉灵果蹦进我院子，说要和我增进母女感情。我问他可以去见见那些妖怪吗？他大手一挥，没问题。我正好要去给我爹的坐骑喂食，还要给二师兄的药园子浇水。掌门后院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正矜持的单腿而立，一见到我，仙鹤突然浑身羽毛炸开。哪来的龙？于仙仙调笑仙鹤，龙，我知道你龙。哎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又结巴又聋，还无儿无女，以后我给你养老吧。说着他就撸起袖子开始给仙鹤梳羽毛，手法粗暴的像在刷锅。仙鹤急得直扑翅膀，掉下2根羽毛。龙啊，我知道你龙，乖啊，多吃果子，少说话。完事后他还带我去了二师兄秦羽的药园子，他说那里和人间的菜市场并无两样。我还在琢磨怎么拿药园子和菜市场相比时，眼前的一切让我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嚯，好热闹！半亩见方的药圃里，每一株植物都长着五官齐全的小脸，最壮观的当属中央那棵何首乌，乌黑发亮的块根上顶着张皱纹密布的老脸，正指挥2株蝎兰护山耳光。住手！于仙仙抄起手条砸了过去，园里瞬间安静如鸡，所有药草精齐刷刷缩起叶子，除了那2株薛兰，它们的叶片还揪着对方的花朵。都给我放规矩点，他爹是军良师兄。柳嫣嫣大声宣布，顺手往我嘴里塞了片干草，几十双绿豆小眼立刻聚焦到我身上，整片药圃炸开了锅。小丫头长得多像她，怪不得最近不来把我们入药。一株头顶红果的小枸杞扭到我脚边，谄媚的献上颗果子，小娃娃吃我的红果果，滋阴补肾。我正要拿着往嘴里塞时，角落突然传来尖叫，杀草了！挨千刀的抢我粪肥啊！刚安静下来的药园又污糟糟的打作一团，泥点子都溅到了我们脸上。于仙仙大怒，她抄起锄头就冲了过去，老娘今天就把你们全嘎了。等杨军良回来时，发现五师弟正把我举在头顶，坐在飞剑上和其他师弟比赛，他顿时脸都黑了。我觉得娘说的不对，凡人虽有道士和修仙者，但也不全是坏人。杨军良说要请我去凡间的客栈吃烤鸡，保准没有鸡屎。凡间客栈不仅有烤鸡，还有香甜的糕点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从街头吃到街尾。我们还去看了皮影戏，演的是道士捉妖的戏码。凡人只要看到妖怪被打得魂飞魄散时，都纷纷叫好。我嘴里的幸福突然犯苦，难道是妖就得死吗？杨军良温柔回答，人分好人坏人，妖也分好妖坏妖，就像西西是好妖。我鼻子一酸，背后痒痒的翅膀又要藏不住了。杨军良似乎察觉了，抱着我悄悄拐进暗巷，他从袖中取出只肥嘟嘟的仓鼠精，方才从戏班救下的。本该被道士劈成焦炭的小仓鼠睁开眼睛冲我做了个揖，可下一瞬吓得魂飞魄散。杨军良忘了我是蛇，除了爱吃鸡还爱吃仓鼠呀，只是我现在没胃口。我把仓鼠精给放了。我们西西现在心情好点没？接下去想吃桂花糕还是绿豆糕？他抱着我重新往灯火通明处走。我给师兄弟们买了好些礼物，可一回到山上就发现宗门里氛围有些奇怪，路上竟一个人影都未瞧见。杨军良神色微变，抱着我赶到了广明殿，正看见于仙仙跪在地上在给掌门包扎。掌门有些虚弱的摆摆手，不过是些皮肉伤，老白护着我伤得更重些。我这才注意到垫脚蜷缩着那只结巴仙鹤，雪白羽毛被烧焦大片，脖子无力地耷拉着。其他师弟们纷纷垂头抹泪。于仙仙拔出剑，红着眼想往外冲，被掌门喝住。回来，你几斤几两？赶着去送夜宵吗？爹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说什么除魔卫道，人妖不两立，不就是眼馋我们无极宗的灵脉和藏宝阁吗？就是我们收养妖又咋了？全都是顶顶的好妖。上次那青阳宗主的宝贝弟子受伤，还是借了我的人参精结的人参果救的命。原来无极宗是唯一一个和妖共存的门派，也不知哪儿传出谣言，说阴龙现世，天下大乱。几大掌门人想问无极宗界的9转玲珑链去捕猎阴龙，阴龙背生双翼，掌天地云雨，是龙族最尊贵的战神血脉。我看
看他们是眼馋龙筋和龙骨。掌门在师叔的搀扶下撑起身子，面对众多弟子，他无奈地宣布解散无极宗。凭什么？我们又不曾作恶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名门正派才更容不得我们。带着你们的灵宠，各奔前程吧，总好过被一网打尽。众弟子虽不舍，但在掌门的催促下，还是连夜离开了无极宗。杨军良带着我们在凡间躲了半个月。秦羽在深山里寻了块宝地，把那些哭哭啼啼的药草精重新栽下。于仙仙每天抱着我坐在外头，朝着无极宗方向张望，等我爹打跑那些坏人，我就回去。这天清晨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静悄悄的，于仙仙和秦羽都不见了，杨军良也不见了。秦羽那株最聒噪的人参精哆嗦着告诉我，2个傻孩子寅时就往西北去了，杨军良追去了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等到日头西斜，才看见山路上出现3个摇晃的影子。杨军良左手扶着柳烟烟，右肩架着秦羽，3人的血滴了一路，没了，全没了。他们用9明真火烧山，还把师傅的元神锁在焚魂柱上，分了3天3夜，元神都散完了。杨军良沉默地替他们包扎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我浑身鳞片都炸了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好像心里在流泪。山风呜咽着掠过树梢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掌门捋着胡子偷看我们玩闹，仙鹤在一旁优雅地梳理羽毛。而现在，宗门没了，鹤也没了，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类悲伤的滋味，像吞了整颗未熟的青梅，比鸡屎还难吃。杨军良把我们从深山带到更偏远小镇，他卖了件柄上的玉坠子，开了家四海镖局。于仙仙整日抱着掌门给他的双月剑发呆，秦羽则一直躲在新辟的药园子里种草。我知道杨军良每天晚上都不睡，一直在练剑。这天傍晚，秦羽押镖回来，青阳宗的杂碎在醉仙楼炫耀，说他们宗主得了我们的正宗法器。原来秦羽路过酒楼时，听见几个青阳宗弟子在里面醉醺醺的嚷嚷，无极宗那群蠢货喊什么万物皆有灵，宁愿解散也不交出9转玲珑链，不借我们就抢，左右还不是到手了。整个门派的宝贝都被我们分了，不过他们费尽苦心捉的龙却是条蛇，过几日拿它来泡酒。我听得一激灵，我们蛇族有人被抓了，我们必须把9转玲珑链偷回来。对，我们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们却只是白白送命。我去，你们留下看好。嘻嘻。杨军良阻止了冲动的2人。整个无极宗掌门之下，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了。于仙仙虽不甘，但也知道不能鲁莽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跟在杨军良身后出了门。秦羽说那条蛇被关在青阳宗地牢，万一是我们沼泽蛇族的哪个倒霉蛋呢？我得去瞅一眼。青阳宗的守卫比想象中松懈，我溜进后山石洞时，门口看守的2个弟子正在偷懒睡觉。最里间的玄铁牢笼里，一条小白蛇正躺在地上看着，可怜兮兮。我仔细瞅了一眼，不对啊，我们蛇族啥时候多了条白色的蛇？看着这年纪好像和我一般大啊。小白蛇听到了我这边的动静，猛地抬头，是阿娘派来救我的吗？人家好可怕，我再也不要离家出走了。你是谁？你阿娘是谁？难道不曾告诉你，人间的人可是要吃蛇羹的吗？蛇羹？可我是龙啊！哦豁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那条不会飞的弱智龙，龙漫漫。可是他怎么也离家出走了？我手忙脚乱地掰开牢门，你不是和天界太子订婚了吗？怎么在这儿逃婚啊？那个混蛋天天逼我飞天，还说我写的字像蛇跑。你是谁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柳西西，原来你就是那条会飞还会画画的天才蛇啊！我骄傲地挺挺小胸脯，还扇了扇翅膀。他羡慕地摸着我的翅膀左看右看，我正想给他来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炫技时，洞外忽然传来阵阵厮杀声，龙慢慢吓得眼泪又跑了出来。情况紧急，我赶紧叫他缠住我，带他飞了出去。然而刚冲到半空，我就看见杨军良被7道捆仙索缠在悬崖边，青阳宗主的是魂剑抵着他咽喉，地上有许多血，全是杨军良身上滴下来的。看天上是龙，是阴龙啊！杨军良猛地抬头，眼里的震惊清晰可见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本体。他嘴唇动了动，看口型是在喊我的名字。我俯冲而下，毫声震得山石崩裂。杨军良，快跑！青阳宗主狂喜地掏出9转玲珑链向我围剿过来。龙慢慢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。9转玲珑链缠上我身体的瞬间，鳞片与皮肉被割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我疼得在空中翻滚，背上的龙慢慢被甩出去老远。抓住它，抽龙筋，数十道灵力通过锁链传来。我的一侧翅膀被折断，余光看见龙慢慢正快速游过来，缠住最近修士的脚踝。那修士抬脚狠狠踩住他尾巴，渐渐将他钉在地上。杨军良嘶吼着硬生生拔出了胸口的噬魂剑，紧接着用手指在虚空画出符咒。9转玲珑链突然剧烈震颤，那些扎进我身体的链环发出悲鸣。杨军良的心头血滴在最近的那节锁链上，暗沉的链条忽然放光。怎么可能？蠢货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无极宗的镇派之宝，向来只有历代掌门懂得运用之法。下一秒，锁链哗啦啦从我身上脱落，我趁机叼起龙慢慢腾空而起，折断的翅膀让我飞得歪歪扭扭。杨军良已画完了完整的周天星辰大阵，他的手指按上最后一个符文上，9转玲珑链突然暴涨1000倍，在天幕下结成遮天蔽日的牢笼。我浑身鳞片都炸开了，这不是普通的阵法，他正以周身血脉为引，把整个青阳宗变成了阵眼。我吐掉龙慢慢想冲下去阻止他，却被阵法罡风掀翻。青阳宗主终于慌了神，疯子，你连轮回都不要了吗？杨军良没理他，温润的目光穿过结界看向我，嘻
息息，好好活下去。下一秒，锁链轰然收拢，将数百修士绞进阵法中。我发疯般俯冲下去，却只看到了一场漫天血雨。突然，身后的虚空裂开一道缝隙，我娘和龙后同时从裂缝中踏出，他们是循着我们的气味一同找来的。然而我却眼前一黑，掉了下去。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龙后飞过来接住了我。我昏迷了3个月，这3个月里并非是无知无觉的。龙漫漫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他说都错了，我才是龙族小公主，她是蛇族大小姐。他还说终于不用为了学飞而跌得头破血流了，也不用学练字了，因为他的字本来就是蛇爬。那天界大太子廖玉就归我了。我想跳起来骂他，谁稀罕那大太子，长得还不如杨君良好看。我娘见我不行，哭了好几回。他和龙后在我床边吵得咋咋呼呼，来来回回都是我娘在骂他笨蛋。龙后哭得呜呜的，拉着我的手和我道歉，我也没有怪他。龙爹特意寻了秘药来缓解我翅膀的疼痛，他说我这不是昏迷，而是沉眠，等翅膀长好了，该醒的时候就会醒了。我也想醒，天天听他们在我耳边吵架，脑子被炸得嗡嗡作响。我还想问杨君良呢，他是不是转世投胎去了？我想去找他，也不知道他是重新做人了，还是做妖了。龙后又一次被我娘骂哭的时候，我醒了，两人十分激动。我娘抹了把泪，这回你俩偷跑出去，遭老罪了，看你们下次还敢吗？我没接话，问他杨君良呢？龙后和他对视一眼，我们在现场找了，却没找到他的气息，想来是魂飞魄散了。我不信，眼泪不自觉地落下，心里像裂开了一道口子，冷风嗖嗖地往里面钻。小跟班们知道我醒后，都带着烤鸡来看我，可这烤鸡好像少了股味道，我不爱吃烤鸡了。龙后见我整日里对着烤鸡发呆，便去天界借了往生镜，3界若有往生者，都能寻到踪迹。可我看了100年，找了100年，都没有查到一丝杨君良的气息。这100年里，天界大太子都住在我们蛇族，整日里跟着龙慢慢滚泥潭。听大太子说，天界那边也出了件大事，那凌霄帝君都睡了快200年了，当初说去历劫，可至今元神未归。我又找了50年，却再没有捕捉到杨君良的踪迹。这天天界传来消息，说是历劫的凌霄帝君醒了，一醒来就说自己丢了个孩子，具体是什么样的孩子他又说不清，只说很漂亮，背后有对小翅膀。旁人都以为他在人间成了亲生了娃，纷纷帮他找那孩子的转世。龙慢慢不想去，凑着热闹陪着我去凡间散心，结果这丫头直接把我扛去了最热闹的花楼。这位郎君琴弹的可好？你摸摸这手，比杨君良的烤鸡还嫩。他硬把个白衣少年往我怀里塞。就在这时，窗棂突然被撞开，突然炸响的声音让我失手打翻了酒壶。抬头只见云霞间立着个熟悉的身影，月白仙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真是出息了。还学会喝花酒了，我整个人顿时呆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凌霄帝君上门下聘那日，整个蛇族和龙族都震了3震。龙后冲我娘挤眉弄眼，瞧见没？这才是老牛吃嫩草，10万岁了，瞧上我们西西这条嫩龙。